大家好，我是一元。在昨天就已经传出了第8代骑兵的技能消息嘛，问题又回到去项羽应不应该被淘汰了。那为什么观众会提到这种东西呢？就是骑兵呢，一般来讲玩家都是准备2队左右而已，毕竟也不是每个玩家像我这样子全部骑兵都觉醒，而且我是有5套骑兵装备的5套精装所以我自己本人要出5队骑兵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这个选择烦恼的问题。到底要选择哪个第8代骑兵啊？要不要淘汰项羽啊？这个问题我其实是不用烦恼的。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子有这么多的骑兵装备，出这么多的骑兵嘛？那么严格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出3队骑兵了是真的可以出3队骑兵啊。步兵原本有2队嘛，可能要淘汰1队骑兵了。你可能是用大 CP 搭配关羽，又或者是你没有关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用大 CP 搭配萨尔贡。毕竟现在关羽呢也是蛮危险的，人手一只布迪卡跟诸葛亮，它的沉默效果可以被免疫掉，所以关羽的实用性呢好像并不是这么重要了。就看你们要不要把2队步兵给换掉了。假设你是真的不想要把步兵去掉的话，又或者是要对工兵下手了，变成布迪卡诸葛亮。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玩家应该都是会觉得很浪费啊！哎呀，为什么把李成规给拿掉？明明李成规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么逆天，拿掉他的话实在是太浪费了。所以就演变成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了，到底你要选择霍去病呢，还是选择项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先跌个盾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还是情报而已，也就是说不是游戏最终版本，所以有很大可能正式进入游戏的时候，霍去病他的技能是可能会有削弱啊，或者是有做一些小改动之类的，所以各位也不用期望太高。那先提一下为什么要拿霍去病跟项羽来做比较，主要就是太多人不喜欢项羽了，他死太快了。而且他的直接伤害跟最近的骑兵统帅比较起来，算是输出比较低一点了。像真的有2000，司机有2300，威廉只有1500，但是威廉跟项羽的定位不一样，项羽属于输出，威廉属于辅助团队争议。那我们会淘汰呢，主要是看新统帅他的定位在哪里。在昨天有讨论霍去病他的直接伤害是有2700了，他是直接代替掉他的输出，而且霍去病他的定位也很明显，他讲副将会减半，是已经确定了霍去病他的定位必须是要主将。那么昨天讨论的第3技能呢，我看了一些观众的翻译啦，他们讲是没有在建筑物超过30秒以上，也就是说霍去病要离开建筑物超过30秒以上，进入战斗的时候会提升 30% 的技能伤害，还有减少150点怒气的需求，也就是说进入战斗的时候才会触发，但是只有前15秒，过了15秒之后普通攻击就会提升 10% 而已。所以你们可以默认为只要霍去病他一出去之后就可以减少150点的怒气了，当然也是要离开30秒之后啦。如果是在城市旁边呢，也就是说做地鼠是不可以的，所以我昨天的说法拿来做地鼠，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根据他这里的技能呢，其实严格算起来他跟项羽是差不多了，所以官方已经设计到很明显了，他就是专门设计出来针对项羽的。可能官方也是知道我们的想法，想要把项羽替换掉了，并且霍去病他这里也是写 40% 的攻击力提升，你们猜怎么样？项羽他也是 40% 攻击力提升而且他还有额外的 35% 防御力提升，提升技能伤害还有治疗轻伤2000点，他在很多方面上都是直接碾压了项羽，而且他也没有变慢的问题。项羽他本身的技能就是会减慢自己的速度，如果再加上对方他是有控制你的行军速度的话，就会走得更慢。就比方说把霍去病，他可以降低敌方 50% 的行军速度。虽然我们打仗站着打都是比较多的，但是你的项羽真的被霍去病针对了，项羽在降低 50% 的行军速度是根本跑不动的。而且以激活速度来讲的话，霍去病他不是第一激活目标，比较起来现在的统帅诸葛亮的威胁性还是比较大的，多数会激活的目标依然还是 AOE 统帅会比较多，尤其诸葛亮他还是圆形范围，像霍去病这种单体输出的统帅呢，也只是打到一个目标而已，所以大多数玩家觉得这种统帅的威胁性并不会很大。举个例子，就像司机那样，司机搭配贞德输出是已经够高了，而且还有 AOE， 放的技能也足够多了吧？但是为什么司机不是第一激活目标，反而是项羽？因为项羽他够脆，放技能破防比较快，而且他又跑不动，才会变成我们第一激活目标。像司机他的防御跟生命都有 20% 提升，与其你花那个时间去打司机这么硬的统帅，还不如你先处理掉项羽。换去霍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有可能第一激活目标依然还是项羽，诸葛亮才变成霍去病，就变成司机这个队伍呢不会这么快被激活了。那霍去病为什么没有办法脱离激活目标的原因，相信各位应该也明白了吧？之前我有做过测试，假设你是真的想要把贞德的技能发挥到极致的话，你必须要搭配项羽，因为项羽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放技能，
从而导致真德放的技能是比其他的队伍搭配还要更多一个回合的。那霍去病现在的情况是跟项羽差不多的，850点就可以释放技能了，而且它会提升30% 的技能伤害，加上第4技能又提升20% 的技能伤害，相当于直接提升了50% 的技能伤害。再配合上真德打出的那2个技能，你们可想而知这个技能伤害到底有多痛。所以我觉得之后霍去病出现的话，如果官方没有改掉他的数值，霍去病搭配真德应该是最合适的队伍了。再加上真德本身也是有伤害提升，还会恢复60点的怒气，如果再配合上你的队伍有带一些什么图拉真啊、威廉之类的，只要这样子持续输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给打死。尤其最关键就是前15秒，也就是霍去病的第3技能，并且真德他也是有提升10% 的生命，也是可以弥补霍去病没有提升到的。那么既然真德已经分配给霍去病了，也就是说司机又要拿回威廉了，所以之后要固定出2队骑兵的话，司机、威廉、霍去病加真德。那么你真的没有办法出到2队骑兵，只是想要出1队的话怎么办呢？只出1队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研究啦。因为严格来讲，近期的骑兵呢都不算太糟糕。我理想的状态呢，就是用霍去病搭配司机出1队而已。像用霍去病搭配真德，这个队伍确实是高输出、高爆发。对于单骑兵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信任司机多一点，而且司机的保质期也是会比真德还要更长。那么换个说法，如果你是真的要出3队骑兵的话，其实项羽可以不用被淘汰的。那也是一样的搭配霍去病加真德，司机搭配威廉，项羽搭配新的第8代骑兵，也就是 Justinian。研究过那个新的骑兵呢，其实我觉得他搭配项羽应该也是不错的。但毕竟那个新的统帅他是 MG1 统帅嘛，不是每个玩家都有的。或许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萨拉丁，项羽搭配萨拉丁，项羽搭配炮王都是不错的选择。假设你是真的已经没有这么多金头可以觉醒这么多的骑兵了，你可以选择元一金这个用钱买就可以给他买到觉醒了。总的来说，霍去病是肯定会替换掉项羽的位置，毕竟官方设计霍去病的技能已经很明显了，都是针对项羽的技能加强，不过比项羽少了破防跟 AOE， 不过整体比较起来是比项羽还要更好的。所以你现在还在考虑着要不要练项羽的话，你或许可以先考虑霍去病。至于其他的骑兵，像我之前所说的司机、威廉、真德，暂时是不会被替换掉的。当然我也不排除有一些玩家会移除掉威廉了，可能就变成项羽、司机、霍去病、真德，但是我不推荐这样子的组合。威廉的用途跟地位是永远大于项羽的。至于你像我这样只是全骑兵玩家的话，应该要怎么选择呢？我会选择霍去病、真德、司机、威廉、萨拉丁里程碑或者是萨拉丁菠萝头、项羽加第8代骑兵，外加阿提拉5天也就是说贝特朗呢也是要被淘汰了因为我现在的组合其实是有贝特朗的，但是只要新统帅出现之后，他就会被替换掉。现在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当初跟你们讲不要去练贝特朗了吧，因为贝特朗是真的没有什么用途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